今天我要带你们到什么地方来探险呢？我必须说，今天这个地方其实据说有一个蛮心酸的一个故事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其实它算是一个老宅院，然后呢，它旁边有条大马路，也因为这个样子，所以说发生了一些事情，让有一些人会在大马路上看到一些诡异的情形。然后呢，经后面的人来查询之后，才发现这个房子似乎有一点状况。什么样的状况，我待会儿会告诉大家。那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废弃呢？其实因为就是人去楼空，没有人在这个地方，所以呢，这一块地自然而然就荒废在这个地方，东西也放在里面，什么都没有去做处理，最后导致发生了一些状况。至于是什么样的状况呢？我们就一边走，我在一边告诉大家咯。来，这里就是我今天带你们来的地方。你看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一片的黑暗跟绿油油。那今天为什么会想要带大家来这个地方呢？那是因为这个地方其实你看到前方看不到，然后呢，这是这一间房子的一些厚铁皮的一个仓库之类的吧。有没有看到正前方有亮灯的地方？其实那是一条马路。那其实呢，据说这一个房子跟那条马路似乎有一点关联哈。你看，我不确定这个灯打不打得到，但人形看得还蛮清楚的哈。来，转过来，就是这里这一间有人形，没错，这一间就是我今天要带你们来参观的一个地方哈。先从这一间开始看吧。这个已经摊掉了哈，这应该是以前的灶咖之类的。其实我必须说，这一户还蛮大户的。这应该是上面有人来偷什么管线之类的吧。空的，也是空的。这间也是空的。好，不管。其实这里好像都是空的哈。然后这一间就是我今天想带大家来看的第二间，因为这附近其实有3间哈。其实顾得都还蛮漂亮的。好，那为什么这里我今天会来呢？我也必须说，这个地方的故事是一个悲剧。那主要我会来，其实还有一个最主要原因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其实还蛮喜欢拍这种老宅的，而且这一带
故事竟然还不少耶！以前连这里都有装冷气啊，分离式的，铁皮的屋顶。人形呢？人形刚刚有看到一些反应哦，现在我就不知道了。好像还好。这个其实有点矮哦。福字还在，我觉得这一间的东西其实不多哈，但是我可以先跟大家讲哈，等下去拍那间东西还蛮多的。其实后院，好，那至于今天来的这个地方，它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？接下来我就来告诉大家，这里有着什么样的传说呢？这个地方其实我有说到，它的废弃原因只是单纯的人去楼空。为什么人去楼空呢？因为这边很多家族的亲戚其实都已经不在台湾，或者是已经往生了，有一些就离开了台湾了。那这又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？其实这里的问题就是在外面的马路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外面车来车往的，对不对？那车来车往的一个情况下，有一些人就会在这边碰到什么？碰到一对老夫妇。当下大家会觉得很奇怪，这个地方照来讲没有住人，为什么老夫妇会出现在这个地方呢？然后就有一些人好心的停下来说：“哎，那个老爷爷、老奶奶，你们要去什么地方呢？”因为那个一对老夫妻有手招起来这样。然后呢，那一对老夫妇就跟那个驾驶说：“我想找我的家人。”然后那个驾驶就说：“你家人姓什么？他们住哪里啊？要不要我带你过去啊？”然后那个老夫妇也说得很不清楚。然后之后那个驾驶就受不了，就说：“要不然我带你们去警察局，让警察帮你们找好不好？”然后呢，这对老夫妻就手抬起来说：“啊，不用了，谢谢。”好，他碰到这样的事情之后，他们就那个驾驶就把车开离开这个地方。然后开离开了之后，他越想越不对，三更半夜这个地方都没有人住，他也知道这一片其实都荒废了。那为什么这对老夫妇会出现在这个地方呢？好，接着他也没有想太多哦，因为外面这条路其实还蛮大，车流量其实也蛮多的，车来车往。最后一台车子开过去，似乎也碰到了这对老夫妇。碰到这对老夫妇了之后，就也是发生一样的情况。然后呢，一个人、两个人、三个人、四个人，甚至到最后有一个人是说，要不然直接电话拿起来要报警了。结果他开始报警之后，头一转过去，那对老夫妻不见了。当他觉得莫名其妙，但是他还是以防万一，他还是打给警察，因为这个地方其实还蛮空旷。然后警察来了之后也找不到人啊，然后他们就斩钉截铁的说：“我刚刚有碰到这对老夫妻。”就斩钉截铁的说他们有碰到这对老夫妻。那当下警察当然就觉得说怎么样了，怎么又没有人了？等等是好了，警察看了之后也没有怎么样，就想说你们是眼花了。但这个事情越来越多，甚至里长也听到了，搞不好里长自己也碰到了，所以他就去找警察一起跑到这个地方来看看这到底是怎么样，是不是真的有一对老夫妻住在这里面，等等之类的。可是他们一进来，全部是空的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就留下一些东西这个样子。然后呢，他们在仔细找的时候，竟然发现有一个神主牌位。然后呢，里长就想说，会不会是这个神主牌位出了事情？然后呢，警察当然就想说，要不然就反正也没什么案子嘛，也没什么事嘛，然后也没有什么像说轻生啊或者是意外的一些状况，所以警察也离去了。那最后里长想想，会想到玄学那个地方，所以呢，他就带了一个老师来。他们带一个老师来这里了之后，老师走着走着，然后他说他有感觉到，甚至有看到一对老夫妇在徘徊在这个屋子的附近，然后他们感觉就是很难过等等之类的。那当然，里长就开始跟他们沟通，就是里长请那个老师开始跟那个好兄弟沟通了之后，就说这对老夫妻很想念他的亲戚跟他的家人，然后呢，看里长能不能就是说请他的亲戚或家人过来，然后把他们带走或怎么样的之类的。然后
最后里长也开始想办法去联络啊，当然有找到，可是有些人就想说，这房子反正已经废弃了，也不管了。那当然有一些人不相信这种玄学之说嘛，然后他们就说那个就请里长去处理啦。然后里长最后没办法，就带个老师来这边办了一些法会，然后也跟他沟通。但是里长说他能做，里长说老师能做的就是那样子，你要他完全解决是不可能，你要完全解决还是要请他的亲戚来。所以呢，到后期还是有人会看到这对老夫妻在出没在这一带，但是他也没有造成外面的人车祸哦，他只是问说你有没有看到我的家人哦。然后有一些人来探险的时候啊，或者是怎么样，会经过这里的时候，也会听到有一些叹息声从这屋子当中传出哦。好，这就是我了解他这里的传说。接下来我们把剩下景看完，顺便用器材再来做一些问与答吧。好，介绍完他这边的故事之后，其实他这边的隔间还蛮有意思的。为什么会说很有意思？这明明是一个房间，它却还有做了一个窗户出来哦，其实还蛮有趣的。好，听完这边的故事之后，这里是我放东西的地方哦。把这间看完吧。嘿，这个马桶其实也蛮漂亮的。这后面还有一些空间哈。好，那再来就是最重要的一间。为什么我会说是最重要的一间呢？因为刚刚故事当中其实有说到嘛，对不对？有看到里长最后有发现问题来源的地方，似乎就是在这一间哦。好，那在这边就要先跟我们非会员的朋友们说声抱歉，你们今天能看的只有到这边为止哈。先跟非会员们说拜拜。是。